家可归的猫咪兽人被迫进入狼兽人的领地寻找生计，原本只想找个打杂的工作度日，却意外成为狼兽人们最宝贝的团宠。女孩名叫基迪亚，不久前她和母亲偷吃食物被其他猫咪兽人发现，纵使女孩怎样苦苦哀求，对方仍旧执意要将母女二人驱逐出境，母亲更是被其他人揍到奄奄一息。看着怀里虚弱的母亲，蒂亚泪流满面不知所措，而母亲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用尽最后的力气告诉蒂亚，其实她身上有种特殊的能力。说完这些，猫妈妈就没了声息。蒂亚抱着母亲的遗体悲痛欲绝，明明她和母亲只是想活下去，为什么他们一家要遭受这样的灾难？蒂亚挖了个坑将母亲埋下，一个人坐在母亲的墓前哽咽。现在不光哥哥和父亲，就连母亲也没能幸免。抱着给家人复仇的决心，蒂亚离开了猫咪的领地，可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队人马，原来是不远处的狼兽人误入了猫咪兽人的领地。蒂亚顿时有了主意，自己现在这副模样应该看起来跟狼幼崽没什么两样，因为妈妈曾经说过，大部分小动物小时候都长得差不多，在明显特征出现以前只能用毛色来区分。况且统治狼族领土的格里沃尔夫家族非常富有，对待其他狼族同类也十分宽容。此刻格里沃尔夫家内刚回家的两个狼少年显得无所事事，在外面玩一会就被撵回家，家里又没有其他好玩的东西。就在这时，门口响起了敲门声，两个少年探出门却没看到人影，低下头才发现是一个瘦小的女孩。请问这里是格里沃尔夫家吗？听说格里沃尔夫会给没有家人的可怜狼安排工作。得到两个男孩的肯定，蒂亚高兴地竖起耳朵，殊不知自己身上的猫味早已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两个男孩还是邀请蒂亚进了房门。进门后，女孩莫名其妙朝他们伸出双手，原来是请多关照的意思。虽然两只手握手有点奇怪，但两人还是照做了。摸到蒂亚小手的一瞬间，一股软绵绵的触感传入两人的大脑。由于实在太舒服，两人握着蒂亚的小手摸了好一会。兄弟俩感慨猫咪兽人的身体就是柔软，而蒂亚还以为是自己伪装的天衣无缝。进屋后，两人牵着蒂亚介绍屋内的情况，各种奢华的装饰灯具、仪表得体的女佣侍从，都让蒂亚心生自卑，觉得自己与这金碧辉煌的府邸格格不入。但女孩还是说服自己振作，毕竟妈妈说过她是一只像狼一样坚强的猫咪。感受到蒂亚的异常，狼少年们询问蒂亚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恰巧蒂亚的肚子响起了咕噜声。为了避免被赶走，女孩极力解释自己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但平时她一天只要吃一顿饭就足够了。两兄弟听后不免有些疑惑，为什么一天只吃一顿？蒂亚又是因为什么才会来到这里？在得知蒂亚家里只剩他一人以后，兄弟俩找了张毯子给蒂亚包裹上，而后又将他带去了餐厅。吃饭前，少年们问了蒂亚的全名，眼看女孩为难，兄弟俩便换了一个问法，那我们该怎么称呼你？蒂亚伸出手说自己的小名叫小软，因为他的手特别柔软。两个男孩听后都是忍俊不禁，蒂亚还以为自己受到了轻视，表示自己其实很能干，从小他就已经开始干活了。接着两个少年也做了自我介绍，左边毛发顺滑的是哥哥泰奥，右边头发毛糙的是弟弟戴文，而且蒂亚要找的人就是他们的父亲。女孩顿时大吃一惊，看到女孩的模样，弟弟戴文打趣大家都是狼，有什么好惊讶的？听到这话，蒂亚吓得不由得伸出爪子，难道自己是猫的身份已经暴露？两兄弟也没打算让蒂亚难堪，纷纷将视线看向别处。趁着这个机会，蒂亚赶紧戳桌子将指甲收回，随后饭菜也准备就位，满满一大桌的美味看得女孩两眼放光。你想先吃什么？女孩伸出小手，最后选了一碟鱼肉。泰奥嘲讽戴文自己猜的没错，果然幼狼就是会选择吃鱼，这还是蒂亚第一次吃到这种美味，他从没想过世上有这么好吃的食物。不知不觉，蒂亚竖起耳朵露出尾巴。这时女孩突然警觉起来，猫和狼的尾巴不太一样，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她快速将尾巴藏起来，担心会不会有人看到自己这条丑陋的尾巴。曾经她的尾巴被咬断了一截。泰奥盯着蒂亚一言不发，而后和戴文聊起蒂亚日后该去什么地方。现在府邸的人应该都知道蒂亚猫咪的身份了，要是我们不在身边，她说不定会受到欺负。于是两人不约而同想到了同一个答案。此时的蒂亚还以为是自己身份暴露要被吃掉，但其实兄弟俩是想要收养蒂亚当自己的妹妹，毕竟他们的父亲是狼族首领，而且要想让爸爸收养蒂亚，只需要说服妈妈就行了。他们两人都曾看过妈妈藏起来的东西，相信妈妈有了女儿后一定会高兴。蒂亚疑惑为什么要这样看着自己，泰奥解释，他们只是觉得蒂亚吃东西的时候耳朵竖起来很好看，难道大家不是这样的吗？蒂亚的问题让兄弟俩沉默了几秒，随即点头承认小时候都会这样，只是现在他们长大忘记了而已。得到肯定，蒂亚放下了防备。这时泰奥提出自己想摸摸小软的耳朵，虽然这个请求有些失礼，但看在他这么亲切的份上，蒂亚还是同意了。刚摸到蒂亚的耳朵，泰奥就感觉自己爽得不得了。戴文看到哥哥这个变态样，也不免对此产生了好奇，然后也是同样被爽了一把。随后两兄弟一边摸着耳朵，一边质问侍从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此刻他们只想尽早解决蒂亚的户口问题。这时蒂亚询问起两人的父亲，泰奥和戴文的父亲叫扎卡尔，是狼族中的最强者，虽然表情可怕，但非常爱护家人。不少暴族兽人一听到父亲的名字就会吓得面色惨白。眼看蒂亚也被吓得不轻，泰奥又聊起了妈妈卡里斯，她是骑士团长出身的狼人，而且非常想要一个女儿。就在蒂亚疑惑之际，泰奥向蒂亚发出邀请，反正你年纪小无处可去，不如就做我们的家人怎么样？蒂亚明白自己同意后就会受到保护。犹豫的期间，扎卡尔回来了，泰奥直接抱着蒂亚和戴文一起跑去门口。
看到扎卡尔的眼神，女孩吓得瑟瑟发抖，她颤颤巍巍地向对方问好，自己是只坚强的小狼基迪亚。听说格里沃尔夫大人会给没有家人的可怜狼安排工作，虽然扎卡尔很疑惑，但还是牵住了蒂亚的小手。他告诉蒂亚现在年纪还小，不适合工作，到时候他会安排蒂亚去小动物的领地上生活。两兄弟一听，立马拦住父亲劝道：小阮虽然年纪小，但是再长大一点就会变成可怕的狼兽人，说不定会吓到小动物。卡扎尔越听越懵逼，可看着蒂亚这自信的小样，他还是没狠下心戳破这谎言。接着两兄弟又开始说服父亲收养蒂亚，但这次卡扎尔说什么也不同意。就在女孩以为将要被赶出去时，身后一个女人突然将蒂亚身上的毯子掀起，此人正是兄弟俩的母亲卡里斯。看到蒂亚，他忍不住发出疑惑：我们家里为什么会有个女孩子？家可归的猫咪兽人被迫来到了狼族兽人的领地寻求工作，结果却意外成为了狼兽人们的团宠。不久前，蒂亚被泰奥和戴文带去见父亲，但扎卡尔怎么也不同意收养蒂亚。就在蒂亚以为将要被赶走时，卡里斯突然出现在蒂亚的身后，疑惑为什么家里突然有个女孩子。蒂亚被吓得瑟瑟发抖。这时泰奥和戴文牵起蒂亚的手，跟妈妈解释，蒂亚是一只坚强的小狼，因为听说我们会给其他狼安排工作才来到了这里。蒂亚也鼓起勇气朝卡里斯伸出小手问好，虽然卡里斯做出了回应，但他脸上的表情似乎透露着嫌弃。蒂亚不想就这样被赶走，表示自己会唱歌让夫人心情变好，如果夫人不想看见我的话，也可以安排我去擦烟囱，求求您让我留在这里干活，我保证不会在您面前出现。见蒂亚越哭越伤心，卡里斯蹲下来安慰她，先擦擦眼泪，然后再去洗个干净的澡。刚放松下来的蒂亚瞬间又变得惊魂未定。到浴室后，蒂亚和帮忙洗澡的女仆打了个招呼，她是刚来这里工作的小狼基迪亚。女仆格雷告诉蒂亚夫人是个很温柔的人，还为她这个迟钝的老太婆提供了工作。之后蒂亚表示要自己一个人洗澡，用手沾了点水往脸上一抹，但格雷根本不允许这种猫咪洗脸的情况出现。他俯下身子帮蒂亚脱衣服，那件衣服太过破旧，已经不能穿了。就在格雷准备拿去丢掉的时候，蒂亚请求对方为他留一颗纽扣。帮蒂亚梳头发时，格雷得知女孩唯一的行李便是那件衣服，这让他不免有些为难，因为少爷们特意叮嘱他要给蒂亚留一个房间和一个大衣柜。接着格雷将蒂亚抱去浴缸，一下水女孩差点应激，身上还有些小伤口，不断传来刺痛。这时蒂亚身上的气味引起了格雷的注意，女孩慌忙将尾巴藏起，声称是自己太久没洗澡的原因。突然浴缸里飘来一只鸭子玩具，这是蒂亚不久前跟卡里斯夫人争取来的。有了鸭子玩具，女孩安安稳稳洗完了澡，换上卡里斯准备的新衣服，蒂亚一下子从脏兮兮的模样变成了小公主。就在这时，格雷突然凑到蒂亚面前，女孩以为是自己的身份暴露，然而格雷只是夸奖了声蒂亚的眼睛很漂亮。蒂亚解释或许是自己的出生地比较偏远。在格雷帮忙处理伤口的期间，女孩不由得回想起妈妈也曾经说过，自己眼睛的颜色就像是草地和湖水一样清澈。由于蒂亚的头发茂密，格雷猜测蒂亚应该是以前住在寒冷的北方地带，但具体是哪里蒂亚也不知道，只记得外面风很大，家里的柴火也总是不够用。闻言，格雷对蒂亚顿时心生怜悯，好不容易帮蒂亚整理干净。临走前，格雷贴了一下女孩的额头，希望她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硕大的房间顿时只剩下蒂亚一人，看到不远处软绵绵的大床，女孩只觉得心痒痒，哒哒哒地往床的方向跑去。就在这时，女孩被镜子里的自己吸引了注意，她目前的发色怎么看也不像是狼的颜色。环顾一圈，发现一叠毛巾，女孩将其包裹在头上，而后露出两只被泰奥和戴文肯定过的耳朵。接着蒂亚将衣服的纽扣放在枕头底下，美美的躺下放松，心想如果能在这住上几天就好了。只可惜扎卡尔和卡里斯似乎并不喜欢自己，想到这他从床上爬起，他要再去拜托他们一次。与此同时，卡里斯询问两兄弟究竟是怎么回事，两兄弟还在嬉皮笑脸，觉得有个可爱的妹妹能让府里的生活更加和睦。卡里斯听后顿时感到为难，他气愤泰奥戴文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要知道在12年前，只在创世神话中登场过的蓝月突然出现在了豹族领地，无数豹子听闻神女之物现世，纷纷跑去围观，而那正是灾难的开始。蓝月中蕴含的魔力使兽人失去理智，以野兽的形态在各地猖獗。如今占有蓝月的豹子们经历了几次实验，妄图让其他动物也加入其中。如果他们狼族发生暴乱，那无论是谁也无法保证一只猫的安全。但是爸爸刚刚也承认了蒂亚是狼。卡里斯的怒火吓得扎卡尔不敢说话，但他心里知道，其实妻子真的只是单纯担心蒂亚的安危。在蓝月爆发的那天晚上，他和妻子也经历了彻夜的奋战，其中3个孩子有一个未能幸免。在敌人的压力下，2人便将夭折的孩子就地埋下。时至今日，卡里斯仍旧心怀愧疚。就在这时，扎卡尔发现了在门口睡觉的蒂亚。每当卡里斯看到女生，他就会忍不住想起自己那死去的孩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对蒂亚坐视不管。他决定成为蒂亚的临时家人，一直保护到他能够自立为止。隔天，蒂亚美滋滋地从垫子上醒来，一睁眼就看到卡里斯夫人笑眯眯地朝自己问好。咪兽人跑到狼兽人的领地寻找生计，刚睡醒就发现卡里斯夫人正对着自己微笑。回想起昨晚不小心在门口睡着的情景，女孩意识到此时自己是猫咪的形态，她慌忙向卡里斯解释，但对方却像是毫不知情，笑说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看到过幼狼了。蒂亚顿时松了口气，想到昨天卡里斯皱眉的表情，应该是觉得自己年纪太小的原因。蒂亚噌的一下从毯子上坐起，她要表现得像个大人一样，然后自立自强给妈妈报仇。结果下一刻，女孩就一脸享受被卡里斯抱在怀里抚摸，摸着蒂亚软乎乎的小手。卡里斯也总算明白为什么戴文会称呼女孩为小软了。至于昨天，他
他只是看女孩太瘦弱，有点心情不好而已。以后他会准备好多好吃的，把蒂亚养得白白胖胖的。蒂亚告诉卡里斯自己的名字是基迪亚，如果喊他基地，他会觉得开心。去餐厅的路上，蒂亚思考卡里斯说的以后究竟是什么意思，是领养还是单纯给他找了份工作。透过窗户，他明白自己跟狼终究还是不太相像，迟早有一天他会被发现，到那时他就不得不离开府邸了。看到蒂亚来到餐厅，两兄弟激动地站起。早上他们看蒂亚的房间没人，还以为蒂亚已经离开了。不久早餐准备就绪，全是蒂亚爱吃的虾仁和三文鱼片。吃完饭还有巨大的补丁甜点，蒂亚觉得应该是哪里搞错了，因为扎卡尔的甜点只有小小一个。卡里斯让蒂亚放心吃，以后要是觉得肚子饿就随时来这个房间就行。想起以前被坏人阻止吃粮食的情景，蒂亚愈发肯定自己跟狼很像，不然也不会被允许进入厨房。这时卡里斯表示家里人都希望能跟蒂亚组建临时家庭，想听听看你自己的想法。蒂亚下意识看向扎卡尔，没想到他一脸漠不关心的模样竟然会同意。思虑再三后，蒂亚拒绝了大家的好意，因为他没办法忘记自己的家人，担心这样会让格里沃尔夫的各位失望。卡里斯走上前安慰蒂亚，不用强迫着忘记，也不能忘记，他们会永远在心里陪伴在你左右，而且他们也一定希望蒂亚能得到保护，幸福的生活下去。眼看蒂亚点头答应，他要帮蒂亚擦干眼泪，可他心里始终有些愧疚，妈妈还被埋在冰冷的地里，自己却要过那么好的生活。于是卡里斯决定帮蒂亚举办一个葬礼，并告诉他葬礼结束后动物们就会去往一个幸福的地方，在天国蒂亚的家人也会过得很幸福，所以不用感到内疚。蒂亚还是头一次听说，询问扎卡尔，难道那个地方小溪里都是切好的三文鱼吗？得到扎卡尔的肯定，女孩总算露出了笑容，这个家里的人对她都特别好，让她很开心。不过具体要怎样举办葬礼，毕竟她的哥哥父亲都在北方执行任务时去世了。扎卡尔顿时想起了什么，蒂亚告诉对方他们的名字都是伊卡洛斯。闻言，扎卡尔不忍地盯着女孩，蒂亚不明所以，刚想转移话题聊妈妈，又想起她被埋在猫咪的领地里，妈妈去世时肚子里还有3个弟弟妹妹。蒂亚一时有些为难，难道要为了葬礼将妈妈挖出来？看出蒂亚的苦恼，卡里斯告诉蒂亚，葬礼上最重要的是心意和祝福，如果能把家人的话放在一起，反倒会更有意义。随后泰奥和戴文牵着蒂亚去自己的房间拿画笔，而卡里斯则帮忙准备蜡烛和鲜花。到了房间门口，门把手上狼的雕像把蒂亚吓了一跳，我拉着你们的手，所以没办法开门。兄弟俩见蒂亚害怕，有些好笑，打开门，泰奥命女仆退下，告诉蒂亚上好户籍后也会给他介绍佣人。戴文直接将蒂亚抱到垫子上，感觉他有些轻飘飘的，于是叮嘱蒂亚以后要多来他们房间吃零食。蒂亚点头答应，然而没听到蒂亚喊哥哥，戴文有些郁闷。之后蒂亚拿起画笔开始创作，画画途中小尾巴又露了出来，还跟着蒂亚画画的动作一起摆动。身后两兄弟看得差点憋不住笑，蒂亚气呼呼解释这是幼狼常有的动作。这时卡里斯命女仆送来了甜点，虽然蒂亚还在生气，但还是勉为其难吃了一些。一旁的泰奥看到蒂亚的画作，忍不住询问蒂亚的家人都是怎样的人。妈妈是个很温柔的人，总是会紧紧抱着自己，还给自己取了小阮的小名。爸爸和哥哥则是英雄，虽然他们执行任务偶尔才能回家，但每次都会给自己买礼物。只可惜妈妈肚子里还有3个宝宝，因为还没出生，她画不出来。蒂亚提出想在背面也画一些东西，得到同意后，他跑到房间的另一边。原来他想画的是家人们化身猫咪的样子，一边画女孩一边将他们记在心里，希望在天国他们能够幸福。不知不觉到了傍晚，蒂亚的画作也被放进了画框里。卡里斯看过后夸奖蒂亚画得很有实力，而后他牵着蒂亚离开，两兄弟则表示还要去另一个地方。路上卡里斯告诉蒂亚是去他的房间，与昨天的房间不同，这里门把手上同样有狼的雕像。进屋后，蒂亚疑惑询问扎卡尔，自己的房间应该不在这里，可对方却执意说这就是蒂亚的房间。女孩这才明白，原来狼形把手是只有格里沃尔夫家人才能使用的标志，虽然只是临时的家人，但女孩很感谢对方能做到这么上心，连她用的枕头都特意带过来了。就在这时，泰奥和戴文匆忙赶来，他们交给蒂亚一个盒子，里面放着3根小蜡烛和小花，原来这是他们特意为蒂亚未出世的弟弟妹妹准备的。接着葬礼正式开始，蒂亚诚恳地为家人献上了祝福，随后和新的家人一起等待着蜡烛燃尽。猫咪蒂亚终于顺利被狼兽人领养了，可他的身份却受到他人的当众质疑。不久前，卡里斯帮蒂亚的家人举办了葬礼，令人意外的是，6朵花竟然在此刻同时盛开。众人安慰应该是3个小宝宝在天国相安无事。闻言，蒂亚心中有了一丝慰藉。之后他们将融化的蜡油收集起来，埋葬在宅邸的后院，结束了葬礼。而后扎卡尔把一个小钟摆放在了蜡烛的位置，那是今后会一直守护花和菊花的模具。虽然他看上去冷冰冰的，但其实对蒂亚很亲切。随即一家人来到了扎卡尔的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幅照片，是格里沃尔夫家的全家福。两兄弟一致认为爱护家人的扎卡尔是最帅的狼。可是你们也是很帅气的哥哥呀！蒂亚的夸奖让两兄弟瞬间扭捏起来。这时卡里斯拿来户籍，女孩仔仔细细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卡里斯夸奖蒂亚字写得很清楚，接下来还要填写领养文件，所有文件都要先阅读以后再签字，纸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文字。蒂亚盯着看了好一会，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除此以外，他是一个字都看不懂。卡里斯赶紧将文件拿开，安慰蒂亚，年纪小的幼狼看不懂是很正常的，毕竟连泰奥和戴文也同样看不懂。于是卡里斯便一字一句地读给蒂亚听，要是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提出来一起修改。蒂亚抱怨房间的狼把手太吓人，听到扎卡尔等下会去处理，女孩高兴地表示其他就没什么了。随即到了按手印的环节，蒂亚当众变成了小猫的形态，这可爱的模样直接看傻了两兄弟。卡里斯将蒂亚抱起，沾了沾红泥，在文件上按上手印。从现在开始，蒂亚便正式成为格里沃尔夫家的一员了。接着卡里斯抱着蒂亚去认识佣人，
因为不久后他还得外出开狼族大会。虽然很高兴有了个女儿，但参加会议是他的职责。蒂亚听后也表示理解，原本他还以为是要外出捕鱼，明天一早卡里斯就得出发了。他承诺回来后会给蒂亚带礼物，顺带再给他找个老师。他心中已经有了几个合适的人选。随即卡里斯抱着蒂亚去见了佣人们，这边是侍女长弗洛拉，另一边是管家保罗克林顿，负责厨房的是厨师长美娜，还有辅佐扎卡尔的骑士团长埃利奥特。而就在这时，蒂亚发现人群中有一个人直勾勾盯着自己，对方上前做自我介绍，他叫做克利德，是狐狸家族的接班人。说完他就对蒂亚的身份提出了质疑，小姐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真的是狼吗？女孩当即慌张起来，试图将露出的猫耳朵给藏回去。听说狐狸相较其他动物更加敏感，要是被发现，自己说不定就要被赶出去了。情急之下，女孩抓过克利德的手，一口咬了上去。埃利奥特赶忙上前阻止克利德继续无礼。克利德还想争辩，一抬头就对上扎卡尔的视线。随后克利德向蒂亚道了歉。让蒂亚觉得奇怪的是，按理说狐狸和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要好，为什么狐狸家族的继承人会出现在这里？原来因为狐狸对魔力特别敏感，所以为了对付豹子们，他们便以小队的形式临时安置在这里。事后卡里斯给蒂亚安排了一个贴身侍女，正是昨天帮蒂亚洗澡的女仆格雷。能再见到格雷，蒂亚很是开心。就这样，他与其他人分别准备回房间睡觉。到了门口，蒂亚发现狼把手已经被改得可爱很多。进门后，蒂亚刚准备上床睡觉，就被格雷一把抱起。得知睡前要洗澡，女孩拼命挣扎。格雷告诉蒂亚，明天有人要来给小姐定做衣服，迎接客人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整洁，这才让蒂亚勉为其难的点头答应。到浴室后，蒂亚看到眼前的一幕很是惊讶，原来是戴文和泰奥特意给蒂亚准备了泡泡浴，再加上玩具小鸭的陪伴，蒂亚顺利洗完了澡。将要睡觉时，蒂亚询问格雷，究竟狐狸兽人发生了什么才会来到这里？格雷表示，小姐如果想知道，可以问问家庭教师，自己并没有权限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小姐要是想听摇篮曲的话，不论多少都可以。与此同时，克利德在房间内苦恼的睡不着觉，他明白自己对四分五裂的狐狸们来说至关重要，但由于他们对魔力敏感的特性引来了豹子们虎视眈眈，所以他才不得不暂时待在格里沃尔夫家内。还有另一点让他也感到好奇，应该所有人都意识到那个女孩是只猫了，格里沃尔夫也没理由在这个节骨眼给自己增加负担，况且那个女孩明明是猫却敢咬自己，这让克利德更加怀疑蒂亚与其他猫与众不同。猫咪蒂亚被狼兽人家族收养了。早上女孩刚刚睡醒，侍女格雷已经守在床边，夸奖蒂亚明明年纪那么小却不睡懒觉。女孩骄傲地表示，因为她已经是个大人了。随后格雷便去给蒂亚准备早餐，后切培根和三文鱼片，小巧玲珑的甜点和热牛奶。蒂亚不敢相信自己的早饭竟如此丰盛。曾经在猫咪领地的时候，如果有猫咪不工作的话，就不会被分配食物，而蒂亚年仅3岁便开始了工作。想到这，蒂亚有些哽咽，她要多多吃饭，尽早长大，替妈妈报仇。吃完饭后，格雷给蒂亚理发，因为蒂亚头发有不少损伤，所以最好全部剪掉。女孩吓了一激灵，以为要被剃成光头，但好在格雷手法娴熟，只是帮蒂亚分层修剪了一下，剩下的留到以后处理。由于距离做衣服还有一段时间，格雷让蒂亚可以先去边上玩一会，但蒂亚从小就没有怎么玩过，因为如果跑动的话，饿的就会很快。格雷告诉蒂亚，格里沃尔夫宅邸有很多食物，只要饿了就去餐厅吃东西，再也没必要有这些顾虑。之后，格雷帮蒂亚换上了新衣服，这些衣服都是卡里斯花大价钱买来的，预算甚至超过了泰奥和戴文衣服的总和，而且下午还有专门的设计师要来定做衣服。闻言，蒂亚有些惭愧，自己只是个养女，还让夫人花了那么多钱在身上。格雷劝她不要多想，因为卡里斯夫人看到蒂亚这么可爱也会高兴的，正好夫人还没出发，可以亲自让她看看。与此同时，卡里斯正在做临行前的叮嘱，基地在家就拜托你们了，千万不要给我惹事。就在这时，蒂亚匆匆忙忙跑了过来，看到女孩的打扮，所有人都被萌翻了。得知蒂亚专程来送别自己，卡里斯高兴地抱紧蒂亚，而后嘱咐扎卡尔照顾好女儿，在她的脸上轻轻一吻。蒂亚看到后顿时想到什么，急忙站到扎卡尔的身后排队，可等了半天都没看到卡里斯有什么反应。女孩忍不住发出疑惑，难道这里不是排队亲亲吗？卡里斯简直恨不得用麻袋把蒂亚装走，一起去开会。一家人告别卡里斯以后，蒂亚突然听到扎卡尔口中提到了蓝月，曾经他在猫咪领地时的工作就是替人检查蓝月。此时扎卡尔注意到蒂亚的视线，询问他今天有什么安排。女孩了解对方这么问是关心自己，等蒂亚将行程全部告知，反问扎卡尔，对方却只是冷冷地回了句很忙。两兄弟安慰蒂亚，爸爸其实很亲切温柔，要是问他什么意思，他一定会解释的。于是蒂亚便又问了一遍，扎卡尔表示自己整天都待在办公室，这回答跟很忙基本没什么两样。他要告诉蒂亚，其实这是随时可以去办公室找爸爸玩的意思。闻言，蒂亚这才高兴地露出笑容。之后，蒂亚告诉格雷自己想在周围散散步，两兄弟自告奋勇要当向导。于是格雷交给蒂亚一盒饼干，提醒他到点记得回来吃饭，下午还要定做衣服。两兄弟先带蒂亚参观了宴会厅，如果有客人来访，大家会在这里一起用餐，而里面的区域是派对厅。戴文表示，如果小阮想学跳舞可以找他，泰奥听后却不乐意了，他是哥哥，再怎么说也应该是他先。接下来三人又去参观了庭院，因为这里实在太大，所以泰奥决定先带蒂亚去东边看看，那里有广阔的果园和花海，是格里沃尔夫厨师和糕点师非常喜欢的地方。蒂亚很快被一颗颗饱满的草莓吸引了视线，味道也是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戴文见状薅下一大片给蒂亚，刚说完不被人发现就没关系，没成想下一刻就被园丁菲利普抓了个正着。对方先是礼貌地向三人问好，而后询问蒂亚有没有偷吃草莓。眼看蒂亚摇头，菲利普一脸惭愧，道歉这次栽培的草莓不尽人意，很难让小姐满意。
蒂亚赶忙安慰，其实甜甜的非常好吃。随即他才意识到自己不小心暴露了，但菲利普并没有怪罪的意思，还送上满满一篮草莓，让他随时都可以来吃。毕竟小姐觉得好吃才是他种植这些水果的意义。回去的路上，蒂亚突然觉得在格里沃尔夫当园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在泰奥看来，蒂亚只要每天可爱的就足够了。如果可爱是蒂亚的工作，那他简直每天都在过度劳累。不知不觉，三人来到了一个石碑前，这是格里沃尔夫家族的卫灵碑，上面全是在蓝月中牺牲狼族的名字。蒂亚真诚地拜了一拜。就在这时，一辆马车驶入了府邸，应该是定制衣服的人来了。戴文询问蒂亚走了那么久有没有脚疼，虽然因为以前的旧伤的确有一点，但蒂亚还是坚强地摇了摇头。泰奥一眼看出蒂亚是在逞强，表示等下定做衣服会很累，所以应该现在帮蒂亚节省体力。戴文立马会意，化身成一只巨大的灰狼。蒂亚被眼前的巨狼吓得面色惨白。泰奥把蒂亚抱到狼背上解释，只要达到一定的魔力就能同比例的变大，而且爸爸的魔力更强，所以他变的狼会更大。就这样，泰奥和蒂亚乘坐着泰文回了宅邸。与此同时，定制衣服的设计师被侍女请入了房间，看到自己顺利潜入，其中一人露出了阴森的微笑。小猫蒂亚被狼兽人家族领养，第一天就成为了家里最受宠的小公主。不久前，定做衣服的设计师刚刚到达了府邸，可惜熟悉女装的卡里斯夫人今天不在，于是蒂亚便去找扎卡尔询问意见。路上，他碰巧遇见了扎卡尔的副官埃利奥特。蒂亚将希望扎卡尔陪自己做衣服的想法告诉对方。埃利奥特闻言有些为难，因为扎卡尔大人今天很忙，不过他会帮忙传达小姐的愿望。到了房间以后，两位设计师向侍女格雷问好。他们维拉夫妇很高兴能为卡里斯夫人制作服装。蒂亚以为是自己太小，对方没有看见。随后他主动向两人行礼，做了自我介绍，自己是年幼但很坚强的小狼基迪亚，目前被格里沃尔夫家族收养。说完后，房间内沉默了足足好几秒。突然，维拉夫人凑到蒂亚面前仔细端详，发誓会非常用心的定做小姐的衣服。那么我可以称呼你为基迪亚小姐吗？蒂亚高兴的应了一声。维拉夫人就激动的猛捶丈夫的胸口，接着他们拿出各种各样的服饰供蒂亚参考，眼前的琳琅满目让女孩应接不暇。听说维拉夫妇有给玩偶制作衣服的爱好，蒂亚心想自己总不会被要求穿玩偶服吧。这时维拉夫人询问蒂亚有没有喜欢的款式，她比较推荐近期非常流行的骑马裤。蒂亚觉得这衣服穿起来是挺舒服，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尾巴不好隐藏，于是她拒绝了对方的提议，表示自己更喜欢荷叶边的裙子，而且越复杂的越好。随即维拉夫人又拿出几块布料让蒂亚挑选，蒂亚原意是选个成熟的水蜜桃色，可维拉夫人却觉得蒂亚这样反倒更加可爱。接布料时，对方不小心碰到蒂亚的小手，维拉夫人简直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人的手会这么柔软。就在这时，一阵闹哄哄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两兄弟缠住扎卡尔，嚷嚷着要去看蒂亚定做衣服。看到来人，蒂亚很是高兴，然后父子三人便看起了服装设计图。蒂亚一个人到另一边看起了视频，眼前之人让蒂亚莫名想到了欺负自己的坏猫杰瑞安。那人拿出一顶帽子给女孩试戴，眼看蒂亚似乎很满意，对方掏出账单开始报价。看到一长串的零，蒂亚被吓了一跳。随后他表示，如果喜欢可以去跟格雷夫人说一声，相信女儿要是喜欢，格里沃尔夫肯定不会节省预算，而且这么大颗的橄榄石刚好符合格里沃尔夫的身份，这样就算是只老鼠也没人会怀疑。蒂亚不确定对方是不是看出了自己不是狼，但他表示如果要买至少得减3个零，因为那颗石头根本就不是宝石，只是上了色的玻璃。说罢，蒂亚丢下帽子扬长而去。这一幕被一旁的扎卡尔全目睹，蒂亚心里不爽，竟有人把自己当成冤大头。过去杰瑞安就做着用精致假宝石置换真宝石的事业，而蒂亚的工作就是鉴别宝石的真假。女孩虽不知为何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但她很清楚拼命使唤自己还要迫害妈妈的杰瑞安是个坏猫。就在这时，格雷叫蒂亚去换衣服。穿上新衣服的蒂亚可爱的简直像个布娃娃，不光父子三人看了后觉得满意，就连蒂亚自己也很喜欢。谁知扎卡尔另外还安排了很多别的款式。就这样，蒂亚不厌其烦地又试了许多衣服，每一件都让在场所有人震撼。随后扎卡尔朝维拉夫人比了个手势，蒂亚还以为是这次的衣服不尽人意。扎卡尔询问蒂亚感觉如何，很舒适也很漂亮，皮鞋和发夹他都很喜欢，尽管他已经穿了好几件衣服了，但最喜欢的还是身上这件。扎卡尔听后点了点头，果然买5件这款衣服是正确的，另外衣架上那些也全部打包放进衣柜。蒂亚吓得面色扭曲，这么多衣服要是没来得及穿就长大了怎么办？那重新再做不就行了？你不是说最喜欢身上这件吗？说罢，扎卡尔又示意维拉夫人，他还要定做一套格里沃尔夫全家都能穿的衣服。最后写账单的时候，蒂亚悄悄地看了一眼，女孩差点被这天文数字吓昏倒，要是因为自己让格里沃尔夫破产，她会良心不安。随即就听到扎卡尔说预算还剩了很多。订完衣服，一家人离开了客厅。扎卡尔询问蒂亚有没有吃饭，女孩掰着手指说吃了很多草莓和饼干。话音刚落，扎卡尔便表示自己要回办公室了，而后目光紧紧盯着蒂亚。女孩正有些莫名其妙。两个哥哥来到蒂亚身边，暗示爸爸今天一整天都在办公室。他这样说很可能就是办公室放了蒂亚喜欢的东西。蒂亚当即了然，询问扎卡尔能不能去他办公室玩。随后扎卡尔一把将蒂亚抱起往办公室走去。与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太一样，桌子边上竟然有个哥哥们以前用过的摇篮。蒂亚表示等下自己有好多想问的问题。扎卡尔没有拒绝，不过在那之前得先量个身高。随后他带蒂亚来到了书柜旁，上面有不少细小
小的划痕，看样子是哥哥小时候的身高。蒂亚突然就自信了起来，因为这样看自己也没有很小。然而等到他量身高的时候，蒂亚拼命踮起脚尖，最终他的刻度还在哥哥们之下。听扎卡尔说，差不多是泰奥戴文4岁时的身高。女孩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猫咪蒂亚的身世渐渐浮出水面了。不久前，蒂亚被扎卡尔带去了办公室，突然他注意到桌子上有个箱子，记得那好像是早上埃利奥特汇报的东西。这时扎卡尔注意到了蒂亚的目光，用手挡住他的视线，解释这箱子里装着能够影响心情的宝石，不能随意观看。眼看蒂亚仍旧面带好奇，扎卡尔告诉他这是把蓝月的魔力提取出来制作的仿制品，或许对你这个特别的孩子没什么关系。女孩突然想到，妈妈在去世前曾说过自己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闻言，扎卡尔陷入了沉思，随即他要求蒂亚日后不能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因为人总是对特别的东西抱有贪念，背后有不少人都在觊觎这份力量，如果得不到他们就会毁掉。蒂亚乖乖应下，而后询问扎卡尔认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不算是认识，只是听过。话音刚落，蒂亚便哽咽起来，祈求扎卡尔稍微说一些关于爸爸的事情。扎卡尔拿出手帕帮蒂亚擦眼泪，安慰等长大以后再告诉他。可看着蒂亚难受伤心的样子，他又有些于心不忍。这世上有一首关于神女的歌曲被广泛流传，在那首歌中提到的蓝宝石项链就是蓝月，有着能让兽人失去理智的能力。蒂亚不敢相信那箱子里竟是这么可怕的东西。扎卡尔让蒂亚不用害怕，他已经将其放进能阻断魔力的宝盒中了。而据他所知，有一对名为伊卡洛斯的父子就在调查蓝月。蒂亚心中大吃一惊，虽然妈妈说过爸爸和哥哥是英雄，但他还是头一次听说他们会去调查传说中的宝石。眼看扎卡尔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蒂亚便埋头开始看书，希望能早早长大，再多了解一些关于爸爸的事。过了一段时间，蒂亚无聊地打起了哈欠，而眼前扎卡尔却是一丝不苟坚持办公。蒂亚看到后忍不住幻想起卡里斯工作的场景，突然他发现扎卡尔正看着自己，原来是蒂亚不小心露出了猫耳朵。女孩正要把耳朵收回，却听到扎卡尔说想咬一口，蒂亚被吓了一跳，难道自己今天就要被吃掉了？随即扎卡尔解释，在格里沃尔夫会用这种方式表达可爱。蒂亚心想自己是小狼，没什么好怕的。他跳到扎卡尔的办公桌上，一脸悲壮地将脑袋伸到扎卡尔的面前。然而预想的疼痛感并没有袭来，取而代之的是扎卡尔温柔的爱抚。接下来的时间，扎卡尔便一直沉迷事物，直到半夜。蒂亚已经在早已准备好的婴儿床里睡觉。白天他故意说到一半是为了让蒂亚安心。据记载，替神女拉车的动物就是猫咪，有些受神女眷顾的猫咪会对魔力免疫，而为了能让神女再次认出自己，他们家族会世世代代传承伊卡洛斯这个名字。明明只有自己的手一般大，却有可能是一切的关键。扎卡尔一时无法辨别这是否是神的安排。睡醒后，蒂亚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兴奋地告诉格雷自己在扎卡尔的办公室睡了午觉，而且对方还送了一本画册。就在这时，侍从送来了一封信，上面说是写给基蒂亚小姐的。第二天早上，两兄弟在自己的房间学习，突然蒂亚捧着一叠书信走了进来，得知蒂亚是过来学习的，两兄弟当然表示要一起陪着。原来昨晚的信是卡里斯寄来的，因为他在会议上太过想念小女儿蒂亚，逢人便会与对方聊起，导致不少人都迫不及待想见见蒂亚。于是卡里斯决定召开一次小型茶话会。由于蒂亚还没正式开始学习写字，所以就算写得歪歪扭扭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希望能诚心诚意地发出邀请。兄弟俩看完后当即了然，蒂亚是想学习制作茶话会的邀请函，从最基本的字开始学起。蒂亚认认真真写好每一个笔画。这时戴文突然凑过来让蒂亚抄写几个难字，不远处的泰奥察觉到了这一情况，走近一看才发现，这货让蒂亚抄写的词竟然是戴文哥哥最棒。不过虽然这样，泰奥也没有太过较真，因为凡是狼族到了一定年纪就得出远门学习战斗的方法，以后蒂亚免不了要经常给他们写信。这时蒂亚好奇茶话会一般都做些什么，得知大家会一起跳舞，蒂亚很是兴奋。考虑到今天也没什么事，两兄弟决定带着蒂亚做个茶话会的练习。才刚刚坐到桌子上，蒂亚就被面前的甜点吸引了视线。泰奥告诉蒂亚这个时候不能直接吃，因为甜点是为茶准备的，而茶是为了对话准备的。蒂亚听后似懂非懂，总而言之就是要先对话。于是他便询问两兄弟，现在快到换毛的季节了，有没有每天梳毛的习惯？结果戴文一个没忍住，把茶水全喷到了蒂亚的头上。随后泰奥换了个话题，夸奖这次收到的邀请函很漂亮。蒂亚一听高兴的有些得意忘形，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泰奥立马纠正错误，在茶话会上情绪不能太激动，讲话也不能太快。而蒂亚此时又有另一个烦恼，他很担心自己的耳朵时不时就会露出来。戴文建议蒂亚可以戴帽子遮掩，但一般优秀的狼只有在内心极度动摇时才会露出耳朵。狼族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当他们遇到想要一起度过余生的另一半时，耳朵就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蒂亚听后竟有些憧憬，不知道日后会不会有人因自己露出耳朵。两兄弟在此刻达成了统一战线，绝对不能让某人接近自己的宝贝妹妹。小猫咪蒂亚终于有家庭教师了，可对方对蒂亚的态度却极其不好。初次见面就揭露了他猫咪的身份。不久前的模拟茶话会上，泰奥与戴文达成共识，绝不能让蒂亚与伊登亲近。提到这人，戴文就觉得晦气。蒂亚正疑惑晦气是什么意思，泰奥就扇了戴文几巴掌，让他少说两句。原来因为格里沃尔夫家族与伊登的维比斯家族世代交好，所以兄弟俩自然而然也想跟伊登好好相处，但不知道是不是觉得他们太过烦人，伊登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和脑子不好的人来往。就在这时，格雷向几人汇报，卡里斯夫人已经到家了。两兄弟和蒂亚兴奋地跑去门口迎接。卡里斯下了马车，丈
丈夫儿女已在家门前等候。蒂亚排队站到扎卡尔的身后，你在干什么？蒂亚解释自己是在排队，因为他是一只守规矩的小狼。闻言，扎卡尔把自己的位子让了出来。蒂亚兴奋地扑进卡里斯的怀里，把刚刚练习茶话会的事分享给他。看着怀里的蒂亚，卡里斯也忍不住想咬一口。蒂亚鼓起腮帮子，将脸伸过去。卡里斯捧起蒂亚的小脸，轻轻一吻。这次他回来顺带给蒂亚带了礼物。不远处有个大盒子，蒂亚兴奋的两眼放光。这样的盒子躺在里面一定很舒服。卡里斯把蒂亚抱起来，让他看看里面。盒子里放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东西，尤其是里面的彩色铅笔，蒂亚格外喜欢。因为平时看蒂亚都是找哥哥们借，所以卡里斯特意给蒂亚买了彩笔。随即蒂亚从盒子里挑了几支。卡里斯疑惑是不是不喜欢其他的颜色，蒂亚表示自己都很喜欢，可是不太好选。既然这样，全部拿走不就好了吗？然而蒂亚高兴的同时，心里又很担心，这些彩笔看起来价格十分昂贵，要是因为自己让家族破产该怎么办？哥哥们走上前安慰蒂亚，爸爸妈妈的礼物尽管收下，格里沃尔夫家有的是钱，没必要只选喜欢的颜色。女孩这才如是珍宝的把彩笔捧进怀里。这时卡里斯又告诉蒂亚，不久后的茶话会上给蒂亚教书的老师也会来，他是维比斯家族里非常聪明的狼，如果蒂亚与他相处，一定能学会很多。两兄弟一听顿时着急了，伊登那家伙既自傲又自满，如果把蒂亚交给他，一定会像当初对待我们一样嘲笑蒂亚，到时候说不定蒂亚会因此受伤。卡里斯耐下性子安抚两人。伊登从豹子手中失去妈妈还不到4年，这才导致他会排斥自己珍视的东西。你们过去和伊登那么要好，应该清楚他不是个坏孩子。一旁的蒂亚听后有些担忧，虽然他当老师固然能学到很多，但自己究竟能不能收得了对方的性子？转眼到了茶话会的那天，格雷帮蒂亚梳头发的时候讲起了伊登的事情。他与维比斯夫人常常被人们称为天才，然而由于4年前蓝月的暴走，维比斯夫人不幸受难去世。蒂亚也曾听过妈妈说过，她的尾巴就是在那时被豹子咬断的。想必失去妈妈的伊登一定非常痛恨豹子。突然蒂亚想起了什么，嘱咐格雷今天把头发扎高一点。不久后，一家人整整齐齐在门口迎接。维比斯族长比扎卡尔壮实很多，而且有着一双非常犀利的狼眼。小猫咪蒂亚一看到对方就吓得双腿发软。等蒂亚颤颤巍巍做了自我介绍，对方洪亮的笑声把蒂亚震得4脚朝天，夸奖蒂亚果然如卡里斯说的一样可爱。然而这时另一个声音传来，这么点胆量算什么狼？此人就是维比斯族长的儿子伊登。冰冷的视线让蒂亚一时有些瑟缩。听说你是格里沃尔夫临时决定保护的。蒂亚被他刻意强调的临时2字弄得有些哽咽。随后伊登自顾自往休息室的方向走去。维比斯族长向蒂亚道歉，自己的儿子是有些刻薄，但他很高兴蒂亚的确如卡里斯说的一样，是一只坚强的小狼。原本在妻子在世的时候，伊登也是一个乖顺的孩子，明明过去和泰奥戴文相处的也很好，可之后却又关闭了心门。这次他被选做当老师也是自己的主意。近期豹子的势力渐渐壮大，导致我不得不再次行动起来。因为担心长时间离开府邸伊登会有危险，所以我才希望他能担当你的老师，暂住在格里沃尔夫。这时卡里斯表示要简单喝个下午茶，希望蒂亚能担任小孩桌的东道主。蒂亚回去后戴了个帽子就往庭院跑去，要是不小心露出耳朵，又免不了一番嘲笑。几个女仆正在布置场地，听到蒂亚喊自己的名字，他们很高兴。询问过后，得知一会哥哥和伊登都要来，于是蒂亚便自告奋勇帮忙一起布置。这一幕恰巧被伊登看了个正着，正巧蒂亚也发现了不远处的伊登，面对蒂亚的问好，对方头也不回的径直走。蒂亚询问对方是不是讨厌自己，只是懒得关心而已。像你这样弱小的动物，只顾保全自己就足够了。闻言，蒂亚大声地反驳了对方，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然后帮妈妈报仇。对方的回答让蒂亚如坠冰窟，所以这就是明明是只猫却要混进狼群的原因吗？小猫咪蒂亚的真身又被发现了，被戳破原形的女孩还想狡辩，但伊登根本不信。蒂亚疑惑为什么他会知道自己是猫，明明在场的其他狼甚至首领都没有看出来。果然大家说的没错，伊登是狼族中的天才，可要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自己，那就完蛋了。于是蒂亚便决定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他隐瞒种族来到格里沃尔夫接受领养，全都是为了给妈妈和他肚子里的宝宝复仇。为什么不回到猫咪的领地躲藏起来？这样不是更好吗？因为妈妈不希望他在山里过躲藏的日子，每次睡觉的时候他都能听到妈妈的声音。他说只要我能够幸福，那他也觉得幸福。而且格里沃尔夫的大家还为我的家人举行了葬礼，所以我才决定留在这里长大成人。一瞬间伊登的目光柔和了许多，像是回想起了母亲。蒂亚趁这个机会抓住伊登的手，拜托你不要把我是猫咪的事告诉大家。伊登别过头避开蒂亚的目光，眼看伊登为难，蒂亚乘胜追击，可怜兮兮的表示自己就是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猫咪，如果被赶出去没多久就会被豹子吃掉。你是在威胁我吗？蒂亚激动的跳起来否认。随后伊登轻笑一声，转头寻了个位子坐下。不久后哥哥们也到了，戴文见到伊登便质问道，你这么早过来是不是想欺负我妹妹？蒂亚嘴上违心的说伊登对待自己很亲切，心里对这个嘲笑自己弱小的家伙很不爽。两兄弟闻言都觉得奇怪，伊登怎么可能亲切？蒂亚你是不是被他威胁了？沉默了几秒钟以后，蒂亚才反应过来否认，但这反倒更引起了两兄弟的怀疑。戴文更是警告伊登，不管想对蒂亚做什么都不行。接着茶话会正式开始，他要希望蒂亚能介绍一下准备了哪些甜点。一到这个环节，蒂亚就兴奋起来了。
伊登听完后忍不住发出吐槽：“看来你很喜欢牛奶之类的食物啊。”蒂亚瞬间又紧张起来，耳朵不自觉将帽子高高撑起。哥哥们赶紧帮蒂亚解围，表示小狼喜欢喝点牛奶合情合理，反倒是伊登让别人难堪有失风度。更何况我们家蒂亚准备这些甜点已经劳累过度。与此同时，不远处的扎卡尔和卡里斯对蒂亚那边的情况格外在意。护崽的扎卡尔将其反馈给维比斯首领，对方却觉得挺正常，跟有好感的对象搭话是狼族的本能。一听到这夫妻俩顿时都坐不住了。维比斯首领表示他是说蒂亚很可爱，这点扎卡尔和卡里斯都深刻认同。不过扎卡尔还是时不时观察小孩桌的情况，看到蒂亚那副委屈巴巴的表情，扎卡尔直觉认为蒂亚需要自己的帮助，于是下一刻扎卡尔便一个瞬移抓住伊登的脑袋。我们家基地准备的下午茶吃的怎么样？维比斯首领见此忍不住哈哈大笑。虽然早知道阻止雄性靠近女儿是爸爸的本能，但没想到扎卡尔仅仅领养了1个月就会这样，也不知道最后哪个倒霉蛋会倾心蒂亚。看到伊登难堪两兄弟也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等扎卡尔回来的时候怀里多了一个蒂亚。卡里斯向众人介绍这是自己的小女儿基迪亚，这个情形让维比斯首领不由得想起了从前，他们夫妻2人刚刚怀孕时也是像今天这般激动。蒂亚行了个礼，做了自我介绍，她的到来一下子活跃了现场的氛围，众人纷纷对着她嘘寒问暖，尤其是摸到她小手的那一刻，几个女性都是激动的将要大叫出来。原本维比斯首领听说格里沃尔夫领养了一只猫，以为他们疯了，可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一件好的不能再好的事。直到晚上，蒂亚还在为白天的聚会高兴，不仅有哥哥们手把手教自己跳舞，扎卡尔和卡里斯还找了画家将其记录下来，而且伊登到最后也没揭穿自己。不过想到伊登不苟言笑的表情，蒂亚就感觉心累，总不能以后上课就一直顺着他吧。格雷询问蒂亚有什么烦恼，我在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要是长大了伊登也就没胆量拆穿自己的秘密了。格雷让蒂亚不用操之过急，他可以教一些伸展体操帮助成长。蒂亚一听能长得跟扎卡尔一样高就憧憬的不得了，随即格雷化身一头巨狼准备给蒂亚做示范，而后蒂亚也化作一只小猫咪，跟着格雷的动作伸展躯体。他努力不是为了伊登，而是想替妈妈报仇，可他又意识到光长大不会打架也是不行的。于是第二天一早，蒂亚鬼鬼祟祟的来到了哥哥们和埃利奥特学习的地方，听着众人的狼嚎，蒂亚感觉既新奇又向往，他小声的跟着喊了一句，然而这喵喵叫的声音却格外显眼，众人纷纷将目光看向了草丛中的蒂亚。小猫咪蒂亚为了变强，悄悄来到演武场观看哥哥们练习，然而没忍住发出了一声猫叫，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路过的扎卡尔一把将他提起，提醒像他这样的白色棉花糖在草丛里很容易被发现。蒂亚闷闷不乐的表情让哥哥们觉得有些好笑，应蒂亚的要求，他要拿来一件外套，而后盖在女孩身上。小猫咪大变活人魔术闪亮登场，其他人舞舞喧喧上来跟蒂亚打招呼。扎卡尔吩咐众人都回去做自己的事情，询问蒂亚来练武场有什么事。刚才看你好像是在跟着模仿狼嚎的声音。蒂亚支支吾吾说出了学习战斗的想法，尽管扎卡尔以年龄太小为由拒绝，但蒂亚还是想提前做好准备，毕竟这样才能在成年后离开府邸。话音刚落，空气瞬间凝固，蒂亚疑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话。两个哥哥表示离成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干嘛这么快就想着离开的事。思虑一番后，扎卡尔再次确认蒂亚是不是真的想学。蒂亚张开血盆大口，虽然他年纪还小，但是该有的都有，牙齿也很锋利。看着蒂亚小巧的牙齿，扎卡尔不知从何吐槽，而且泰奥哥哥和戴文哥哥每天早上都在训练。一时间三人都联想起蒂亚撒娇的画面。随后三人去找埃利奥特商量，蒂亚激动的心砰砰跳。果不其然，对方要求蒂亚明天记得早起，从明天开始蒂亚将跟随埃利奥特学习基本功。蒂亚激动万分，这样的话过几天自己是不是就能教训杰瑞安了。第二天一大早，卡里斯抱怨扎卡尔过早的让蒂亚学习武术，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虽然说是这么说，但地上却堆满了他给蒂亚买的装备，而且他心里清楚蒂亚想学自己拦不住。可那天来府邸的女人却时常让他心有不安，与豹子关系密切的家伙竟会大摇大摆的来到府邸，而且他给蒂亚的那顶帽子，经克利德检查后发现内部藏有定位和窃听的魔法，要是蒂亚视若无睹的戴上，那他的行动日常也会暴露。也许是因为蒂亚刚成为他们的女儿，所以被豹子们认为这是狼族的弱点。不管怎么样，扎卡尔表示他会前去调查。然而卡里斯始终还是放心不下，毕竟猫咪与他们相比太过弱小，尽管他已经事先让领地内的狼都将蒂亚当成狼看待，但这也无法改变物种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说知道蒂亚的身份，那他一定会因为对我们说谎产生负罪感。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蒂亚把脑袋探了进来，因为是第一天上课，他起得特别早。卡里斯表示自己准备了些简单的礼物，里面有适合蒂亚的小木剑和结实的皮靴。蒂亚高兴地扑进卡里斯的怀里，可是自己什么礼物都没有准备。卡里斯刚要说没关系，蒂亚突然凑近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瞬间卡里斯激动地竖起耳朵。众所周知，狼兽人只会在情绪波动巨大的时候才会露出尾巴和耳朵，而扎卡尔上次见到卡里斯露出耳朵还是在上次，他不理解这究竟有什么好高兴的。随后扎卡尔带蒂亚去练武场，路上碰到了泰奥和戴文，蒂亚向二人展示刚收到的木剑。这时两兄弟注意到了扎卡尔的表情，猜测爸爸是在吃谁的醋，随即扎卡尔变身成一只黑色巨狼。走吧，我带你去上第一节课。两兄弟都无语了，他们第一天上课的时候都没有这待遇。不久后，三人骑着扎卡尔来到了演武场，埃利奥特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就这样的待遇真的是临时领养吗？蒂亚向扎卡尔道谢，在他的鼻子上亲了一口，瞬间扎卡尔重新变回人形。众人看到竖耳的扎卡尔惊得目瞪口呆，
接下来蒂亚便开始了自己的第一节课。看到他的站姿，埃利奥特不免有些疑惑。蒂亚解释，这多亏了他小时候的工作，当时的大叔说站不好姿势就要把头砍掉。眼看埃利奥特露出诧异的表情，蒂亚才意识到这并不是正常的事情，他难过的低下脑袋，对自己的姿势也产生了羞耻。埃利奥特安慰他站姿很完美，只是觉得小姐要是能在更温暖的氛围下学习就好了。为了决定以后的训练方向，埃利奥特先制定了几项测试。他将小球滚下，让蒂亚试着将它们接住。出乎意料的是，蒂亚的行动格外灵敏，竟然一颗小球也没有放跑。第二个项目是测试蒂亚的弹跳能力。埃利奥特刚说不要勉强，蒂亚就连助跑都不需要，冲到了最高处。虽然明白狼的弹跳力不如猫，但埃利奥特还是违心的夸奖他小狼很敏捷是正常。最后蒂亚除了力气都获得了高分。埃利奥特让蒂亚以后多吃点肉，如果要用武器的话可以试试弓箭。蒂亚一时间有些失望，他本想学习剑术和杰瑞安决一死战的，毕竟那个坏蛋总是用剑威胁猫咪。眼看蒂亚的耳朵像落叶一样耷拉下来，埃利奥特安慰他不用失望，因为格里沃尔夫的象征就是弓箭。先前卡里斯大人开会的地方叫做中央演武场，在那里有神女使用过的弓箭，所以蕴含传说力量的武器并不比剑差。虽然埃利奥特这么说主要是为了安慰自己，但蒂亚也的确敞开了心扉，决定在弓箭上更加努力。小猫咪蒂亚练武已经持续了1星期，白天他跟随埃利奥特在演武场练功，中午吃些食物补充体力，下午再去哥哥的房间学写字。蒂亚这么努力为的就是不受制于伊登，而今天就是伊登来府邸教书的日子。与哥哥们分开后，蒂亚正准备去练武场，然而这时克利德丹西跪地出现在女孩面前，您的鞋带开了，要我帮您系上吗？蒂亚被吓得后退半步，初次见面时可没见他这么友好。克利德解释自己当初只是想开个玩笑，被小姐的狼牙咬过后他一下就清醒了。小姐怎么看都是一只威猛的狼，是自己失言了。蒂亚被夸得有些飘飘然，随即埃利奥特打断了他，警告对方不准再对着小姐摇尾巴，你这狐狸就不要装作什么都不懂的10岁小孩了。打算盘的声音都传到我耳朵里了。蒂亚有些不解，狼族难道是不喜欢摇尾巴吗？蒂亚的纯真让埃利奥特吐了一口老血，自己又不能跟小姐解释感情方面的东西。到了下午，伊登的马车到达了府邸，蒂亚和哥哥们来到门口迎接。与两兄弟的不耐烦不同，伊登才刚下马车，蒂亚就立刻上前嘘寒问暖。坐了那么久的马车一定很累了吧？然而伊登却只顾着和侍从讲话，对一旁讨好的蒂亚视而不见。蒂亚心里很不爽，要不是担心被告发，他才不会做这种事情。这时伊登终于将目光看向蒂亚，你这样阿谀奉承是因为不想上课吗？蒂亚摇头否认，而后凑到伊登耳朵小声说道，其实他很喜欢和伊登一起上课，而且第一次见伊登就觉得很有好感。说完伊登就将头别到另一边，蒂亚恼火的不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讨厌自己。随后蒂亚来到教室做课前准备，心里开始盘算要如何让伊登开心，毕竟他成年后就要离开格里沃尔夫独自生活了，在那以前只有多跟伊登学习才能向杰瑞安报仇。此时伊登正好走来，疑惑蒂亚这副表情是不是对上课不满。蒂亚连忙摇头否认，伊登准备的是专门给儿童用的教材。蒂亚听后打开书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文字。老实说，我并不认为你能理解这本书，但既然是我教书，那各个领域最基本的东西都要学个遍。蒂亚简直想死的心都有了，照这样看自己何时能去报仇？伊登也知道对蒂亚来说很难，于是他就用蒂亚最喜欢的三文鱼打比方，如果你有一块三文鱼，然后我再给你一块会怎么样？蒂亚一听到这就高兴的笑了，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幸福。伊登无助的看向窗外，那如果你有2块三文鱼，我抢走了一个会怎么样？伊登，你是不是饿了？但好在我有2块三文鱼，因为刚来府邸的时候我也是饿着肚子，所以我很乐意分享给你。伊登指了指一旁，你先数一数墙纸上有多少花纹。在蒂亚数数的期间，伊登满脸通红的将头转向窗外，少年第一次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之后伊登给蒂亚安排了一堆课程，另外因为看蒂亚总是一副猫样，除此以外伊登还会教他如何像狼一样成长。蒂亚却觉得自己表现的没什么问题，他的耳朵跟尾巴明明就跟狼一模一样。闻言伊登无语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刚才你说喜欢我对吧？但是狼是不会随便表达好感的。蒂亚刚想解释就被伊登阻止，我刚才说的这么快就忘了吗？那像是想咬你之类的话呢。这种话的确经常有用到，如果对方真的很可爱的话。蒂亚闻言笑着表示，你要是想咬我的话随时都可以。突然伊登猛地一拍桌子，而后往房间外走去。蒂亚有些闷闷不乐，他只是想表现得亲近一些，但好像反倒是被讨厌了。与此同时，两兄弟遇到了刚出教室的伊登，看到他浑身瘫软满脸通红，两兄弟都意识到情况不妙，急忙冲进房间询问蒂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那小子耍了什么花招？应该没有做波波之类的动作吧。听到蒂亚说没有，两兄弟松了口气，两人围着妹妹警告，千万不能让伊登觉得有亲近你的可能，因为狼是很执着的动物，所以一定要千万小心。然而千叮咛万嘱咐后，两人还是不放心，打算以后蒂亚上课都过来监视。结果他们的谋划被伊登以上课不能集中为由拒绝，而且两人的训练量增加也的确抽不出时间。蒂亚跟随伊登学习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个月。这天他精疲力竭地写完作业，伊登一边检查一边告诉蒂亚，你会觉得累完全是因为要一边动笔一边甩尾巴。这次的功课得到表扬，蒂亚很高兴，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像小孩子一样的说话习惯，但因为牙齿的问题漏掉了一些发音，等到长大以后他就能说清楚话了。提到长大，伊登询问蒂亚到时候要做什么，那时蒂亚应该已经离开格里沃尔夫府邸了，他要去找妈妈的仇人报仇。伊登，那你以后想做什么？思虑一番后，伊登表情严肃，他要变强。听说维比斯夫人是为了保护伊登去世，蒂亚认为两人的目标差不多，他安慰伊登那么聪明一定会变得很强。就在这时，本该在上课的哥哥们突然冲进房间，
小猫咪蒂亚竟然吸猫薄荷显露了原形。不久前，蒂亚上课被哥哥们打断，两人不由分说表示要带蒂亚出去透透气。就这样，他要驮着蒂亚去了郊外。而这个时候，伊登还不忘要给蒂亚讲课。他从父亲最近寄来的信中得知，有一只年轻狡猾的豹子占据了莱奥皮特家主之位。等他整理好家族内部的事情后，说不定就会展开行动。蒂亚疑惑为什么豹子不能和大家和平共处，因为豹子兽人征服欲望强烈，再加上拥有蓝月之力，自然而然会想要统治所有兽人。蒂亚心情沉重。据说12年前那场事件以后，熊兽人便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狐狸兽人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得到了狼兽人的庇护。而等时机一到，扎卡尔和卡里斯大人也一定还会与豹子殊死搏斗。蒂亚的尾巴是在4年前不小心被豹子咬断的，然而那次豹子们展现的疯狂与12年前不同，他们侵略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满足某些目的和需求。听父亲说，其他种族内部都有他们的帮手，不知不觉几人走到了纪念碑的位置。若是抵挡不住豹子的袭击，恐怕将来还得再建一座了。想到格里沃尔夫的大家会受到伤害，蒂亚不由得露出愁态。戴文跑来给蒂亚加油打气，他们的爸爸妈妈已经采取了特别措施，豹子兽人绝不可能打进府邸内部。原来为了不让豹子们闯进来，他们在府邸周围的山坡上种满了猫薄荷。说到这，戴文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原本坐在泰奥身上的蒂亚竟不知何时消失了。终于3人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找到蒂亚，只见他已经化作小猫的状态在草地上撒娇打滚。戴文慌张地将蒂亚提起，此时的蒂亚已经吸得有些神志不清。伊登发出狼嚎呼唤医生过来，而两兄弟想着尽早把蒂亚唤醒，要是蒂亚这副样子被发现，他们又要挨骂了。伊登正打算逃走，就被戴文抓住。离下课还有那么长时间，难道老师要丢下学生不管吗？无奈伊登只好试试老爸说过唤醒酒鬼的方式，提着蒂亚来到湖边，似乎感应到了危险。蒂亚突然咬了伊登一口，完事后还蠕动躺进对方怀里，嘴里念叨着梦话，拜托请对我稍微亲切一点。就在这时，戴文赶紧将蒂亚抱走，两人一致决定以后绝不能让蒂亚喝酒。下一刻，卡里斯的声音顿时让几人愣在原地，谁能给我解释下这究竟是什么情况？看到蒂亚耷拉着脑袋，卡里斯赶忙从儿子手中接过，因为听到了卡里斯的声音，蒂亚猛地惊醒，他迷迷糊糊地表示自己没什么事，如果不信他可以跳一段猫咪舞。说罢，蒂亚就像个醉汉一样开始了舞动，把在场的几人迷得目瞪口呆。可还没跳完，蒂亚就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医生检查后并无大碍，只是睡着了而已。然而随即医生的一番窃窃私语，又再次让卡里斯心提到了嗓子眼。卡里斯瞪了旁边的3人组一眼，要求明天晚上之前写一封检讨书交给他。晚上扎卡尔自然也得知了这一消息，而蒂亚的情况同样让他眉头紧锁。要知道，为了阻止豹子入侵宅邸，这些猫薄荷都进行了改良，只要少量吸入就会有醉上整整4天。可蒂亚仅仅只是过了半天就已接近恢复。随后他将睡眼惺忪的克利德叫来办公室，听说你最近对我女儿很感兴趣。克利德心里不爽，半夜叫他过来就是为了这种事情，但嘴上还是夸奖说是小姐太可爱。扎卡尔当然不信，他相信对方是察觉到了什么才做出行动。于是扎卡尔开门见山的希望克利德看看先祖有没有留下什么，这是狐狸一族世世代代传下的能力，完成继承仪式的狐狸能看到先代们用魔力刻在精神世界的记录。从中克利德猜测蒂亚的身份与神女有关，相传神女赐予伊卡洛斯的力量只能传给第一个孩子，可蒂亚的恢复能力显然又与这特殊能力有关。随即扎卡尔打开了装有蓝月的盒子，听蒂亚说他能看到宝石中散发出温暖的气息，再联想到有人刻意接近蒂亚的行为，扎卡尔表示要交给克利德一项任务。隔天一早，蒂亚在垫子上醒来，一睁眼就看到卡里斯一副憋笑的表情。女孩想起自己昨天做的那些荒唐事，顿时她被吓得面色铁青。医生检查后发现蒂亚已经完全恢复，这简直不像是小狼能拥有的恢复力。蒂亚的心沉到了谷底，自己因为猫薄荷醉倒的样子被那么多人看到，要是大家把自己当成猫咪该怎么办？而且他还咬了伊登的手，对方会不会待会直接挂横幅报复自己？他担心地瞟了眼卡里斯，对方安慰道：小狼因为猫薄荷醉倒是常有的事，所以没必要太伤心。得知这个消息，蒂亚总算恢复了活力。正当他要去演武场练习时，克利德突然叫住了他，这是放了蜂蜜的热牛奶，小姐请慢用。蒂亚接过后道了谢。这段时间克利德总是给自己带零食，想想还真有点感动。然而克利德下一句话让蒂亚没忍住将牛奶喷了出来。扎卡尔大人命我护送小姐，原来这是昨晚扎卡尔为了保护蒂亚下的命令。另外他还要求克利德不准对蒂亚产生异性的好感，不能摸她的手和耳朵，也不能跟她说话超过3句，最好也不要看着她。而在克利德接下命令后，扎卡尔又要求埃利奥特去调查那个叫做杰瑞安的猫族首领隐藏了什么秘密。猫咪蒂亚终于还是意识到自己瞒不下去了，抱着对家人的愧疚，女孩独自一人离开了格里沃尔夫府邸。不久前，蒂亚在演武场练习弓箭，这时克利德向他汇报，维比斯家的少爷来了。克利德显然也听说了蒂亚因吸猫薄荷咬了对方的事。蒂亚这几天一直想躲着伊登，但此时已经是避无可避。他忐忑不安地朝伊登走去，心想对方究竟有多生气才会来演武场找他。女孩紧张地闭上眼睛向伊登道歉，如果愿意自己被咬到他解气为止。然而预想中的疼痛感并没有袭来。伊登温柔地摸了摸蒂亚的脑袋，你不咬我吗？等以后再说。话说为什么看到我你就害怕？难道我看上去像是会打学生的老师吗？蒂亚眼神一亮，伊登竟然说自己是他的学生。此时脑海中又突然浮现出哥哥们的叮嘱，千万不能让伊登觉得跟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难道狼的执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伊登玩味一笑回道，并不是。蒂亚听后没有沮丧，反而高兴地笑了，只要是老师说的他都愿意相信。伊登摸着蒂亚的脑袋，语气温柔地说道，既然这样，以后就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
总有一天我会教给你什么是狼的执着。随即他才注意到了身旁鬼鬼祟祟的克利德。你是什么人？克利德做了自我介绍，他是奉扎卡尔之命保护小姐的护卫克利德。说着他走到蒂亚身前，换句话说就是保护小姐免受邪恶伤害。也许在宅邸不需要护卫，但这里是练武场，请听从我的指示。两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还是蒂亚帮忙解围，表示自己出了一身汗，需要赶紧洗漱再去上课。伊登掏出表看了看时间，警告蒂亚不要迟到，全然没注意到身上沾满了白色猫毛。而蒂亚看到后吓得差点魂飞魄散，撒开腿就往房间溜去。回去后，蒂亚慌张地告诉格雷自己要换毛了。格雷安慰他不要担心，待会他会给小姐扎好头发的。随即格雷拿起梳子帮蒂亚梳毛，没一会地上就堆了厚厚的一层。格雷表示府里所有的动物都有换毛期，所以大家应该不会很在意。蒂亚扎好头发后的模样看上去可爱极了，但格雷觉得还需要再带一个适当的装饰。与此同时，伊登的教室内，泰奥和戴文以好奇蒂亚课程的进度为由在这里旁听，为此他们已经先一步完成了自己的课程。等蒂亚到教室的时候，不光哥哥们瞪大了双眼，就连伊登也眼前一亮，蒂亚这副模样简直就像是个精灵。然而下一刻空气中就飘满了白毛，戴文没忍住打了个喷嚏。尽管泰奥安慰说让蒂亚不要担心，可随着毛越掉越多，哥哥的安慰反倒让蒂亚愈发觉得愧疚。蒂亚告诉伊登自己要请假一天，他想出去随便逛逛。泰奥刚想说大家一起去，却被蒂亚支支吾吾的拒绝，而后他用布裹着脑袋跑出了房间。凡是蒂亚经过的地方到处飘散着猫毛，对此蒂亚留下一句对不起就仓皇离开。他已经跑得有些气喘吁吁，但仍没有停下。过去他从没有在乎过换毛期，但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动物会像他这样。站在山坡上俯瞰着格里沃尔夫宅邸，蒂亚不由得流下泪水。格里沃尔夫的确如他最初想的那样安乐，也有很多吃的东西，他可以感受到大家都很爱护自己这个临时家人，可这些都是他凭借谎言获得的。一想到一直对那么好的大家说谎，蒂亚心里就觉得难受。女孩就这样坐在山坡上埋着脸放声哭泣，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宅邸里的众人还在清理蒂亚掉落的猫毛，头一次看到猫咪换毛的哥哥都有些不敢置信。或许蒂亚就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同，所以伤心了。几人问了女仆蒂亚的去向，这里是著名的蒲公英山坡。就在泰奥疑惑蒂亚为什么来这里时，只见在山坡的最高处，寒风肆意从蒂亚身上掠过，将她散落的毛发连同蒲公英一起吹向空中。那一刻蒂亚孤独落泪的样子深深烙印在了伊登的心里。他明白蒂亚是在思念远在天国的母亲，这不是他能够插手的事情。伊登转身就走，将一块毛毯塞进戴文的怀里，你们两个去好好哄哄他吧。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两人并没太放在心上。而走到半路，伊登这时又转身看向蒂亚，他正被戴文和泰奥用毛毯包裹着。作为蒂亚老师的他最是清楚，只有家人的陪伴可以缓解蒂亚心中的寂寞，但他却做不到。换毛期的到来，小猫咪蒂亚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自己与狼族的差异。独自一人来到蒲公英山坡，黯然神伤。蒂亚顶着寒风，希望他能吹散自己身上所有的浮毛。望着天国的方向，蒂亚不由得流下眼泪。就在这时，泰奥和戴文及时赶到，担心蒂亚受冻，他们用毛毯把女孩包裹。基地是不是很想念妈妈？蒂亚微微一愣，应该是刚才自己哭泣的时候被听到了，是有一点想。泰奥的手扶上蒂亚的脑袋，安慰道：“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蒂亚的家人一定也很想念蒂亚，而且你现在正在换毛期，这么软乎乎的毛发，没有谁会轻易忘记，所以跟大家一起回去吧，我们会好好给蒂亚梳毛的。”女孩感动的落泪，明明自己只是个临时领养的人，为什么大家要对她那么温柔？因为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是临时的，也算是一家人，家人之间本来就是要互相照顾的。蒂亚抬头仰望天空，她想再看一会天上的星星，毕竟她是一只懂浪漫的小狼。两个哥哥围着蒂亚，听女孩讲述着关于天上的星座。之后三人回到了格里沃尔夫府邸，临近门口，蒂亚却犹豫了，她真的可以进去吗？她的毛发把家里搞得一团糟。然而一开门，眼前的一幕让女孩吃了一惊，家里不光是装饰，凡是能换的地方通通换成了白色。而最让蒂亚感动的是，女仆们完全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还担心她在外面有没有受冻。就这样，蒂亚回到了格里沃尔夫的大家庭中。晚上，卡里斯悄咪咪地来到蒂亚的房间，三人都化作了动物的形态。蒂亚安详地睡在哥哥们中间。见此，卡里斯放下悬着的心，他用近乎颤抖的声音询问扎卡尔：“要是我们的女儿还活着，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场景？”看着蒂亚幸福的表情，扎卡尔赞同地搂了搂身旁的卡里斯。接下来的几天，蒂亚重新回到了日常的学习中，除了最基本的练字以外，伊登还开始教导他有关蓝月的情况。目前兽人们还没有掌握蓝月的发动原理，其中有一个原因便是大家研究的只是仿制蓝月。蒂亚回忆起杰瑞安也经常提蓝月这个词，但扎卡尔说过真正的蓝月在豹子手上。可杰瑞安和豹子关系密切，这点很奇怪，因为4年前就是豹子将猫咪赶出了原住地，不得不到贫瘠的土地生活。而且妈妈说过，为了保护猫咪安全撤离，是杰瑞安首当其冲挡在了最前面，这才使得他顺理成章成为猫族首领。伊登见蒂亚想得出神，便询问他在想些什么东西。蒂亚顿时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事情？”犹豫了一阵后，蒂亚问起伊登猫咪与蓝月之间有没有联系。这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蓝月是神女的圣遗物，而猫咪是给神女拉马车的动物，而且这些东西在摇篮曲里也有提过。曾经伊登在书上读过，有一些猫为了等待
待神女出现，世世代代都会使用一个名字，而给神女拉车的猫咪们拥有对蓝月免疫的能力。不知为何，蒂亚觉得伊登是在试探自己。你对猫咪很感兴趣吗？伊登解释这些只是他在寻找制服豹子方法时偶然发现的。怪不得初见时伊登会对身为猫咪的蒂亚充满敌意。豹子们用了某种方法使用了蓝月，而对蓝月免疫的动物只有猫咪，所以他理所当然将蒂亚当成了间谍。突然蒂亚想到，难道爸爸和哥哥就是特殊的猫咪，然后自己继承了力量，所以妈妈才会让他来到狼族。想到这，蒂亚拜托伊登能不能帮自己一个忙。猫咪蒂亚从伊登口中得知了自己力量的来源，也清楚了妈妈临终前让他前往狼族的良苦用心，于是他拜托伊登帮自己一个忙。伊登盯着女孩看了一会，你相信我吗？当然，伊登，你不是我的老师吗？耿直的回答让伊登微微一笑，伸手抚摸着蒂亚的头发。将来你也会这样想的，因为在你信任的人当中，能够帮助到你的只有我一人，所以说说看你想让我帮你什么。与蒂亚结束交谈以后，伊登立刻去往了扎卡尔的办公室，听对方说有事情要找他。扎卡尔一猜就知道是跟蒂亚有关，伊登点了点头。基蒂亚跟我讲述了有关猫族首领杰瑞安的事。闻言，扎卡尔的脸上满是惊骇，似乎对刚才听到的话不敢置信。伊登见状发出疑问，您不是早就已经知道他是猫了吗？扎卡尔根本不在意刚才伊登的那番话，他双眼死死盯着面前的男孩。蒂亚对所有人隐瞒了身份，却偏偏告诉了你。伊登表示的确如此，尽管扎卡尔和卡里斯事先将真相告诉了他们，还威胁千万不能将蒂亚当成小猫对待，可伊登却觉得反正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没什么影响，而且要是自己真在威胁下退缩的话，或许也就看不到蒂亚阿谀奉承叫自己老师的画面了。想到这，伊登嘴角不由得露出微笑。扎卡尔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表情变化，你刚才在想什么？之后两人终于聊起了正事，所以蒂亚都告诉你了些什么？当得知杰瑞安也曾经谈论过关于蓝月的话题，扎卡尔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按理说对蓝月免疫的应该是继承伊卡洛斯名字的猫咪，但蒂亚这情况却与众不同。在他口中，蓝月是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的宝石，虽然还有许多地方无法理解，但当务之急是要确认杰瑞安是否也对蓝月免疫。伊登起身准备离开，他的使命就是传达蒂亚的话，相信以扎卡尔的判断力，接下来的事能够妥善处理。突然扎卡尔叫住了他，如果蒂亚之后又说了什么事，记得告诉我。此时伊登脑海中浮现出蒂亚与泰奥戴文在一起幸福的画面，于是他就又透露给了扎卡尔一个消息。与此同时，不少手下等在门外，埃利奥特手里拿着今天要汇报的材料。突然扎卡尔从房间冲了出来，而后又火急火燎的大步离去。临走时他喊上埃利奥特，只见他表情严肃，手里还拿着本厚厚的笔记。我有急事要讨论，先去卡里斯的办公室一趟。闻言埃利奥特绷紧神经，难道说终于要展开针对豹子的战略性讨论了？此时卡里斯还在整理文件，门外莫名响起了嘈杂的声音。下一刻扎卡尔猛地推门而入，卡里斯，我有急事要跟你讨论。感受到了不寻常的氛围，卡里斯立马起身查看起扎卡尔递来的笔记。随着笔记一页页被翻动，卡里斯的脸色也严肃起来。我想和你商量的就是这件事，你看什么时候比较方便？那还用说吗？当然是现在，立刻执行。门外的埃利奥特见状，心情更加紧张，到底是什么事件能让两人表情如此严肃？突然埃利奥特被点了名，从现在开始，所有留在格里沃尔夫的骑士都要投入到下周的日程准备中。那下周的日程安排是？只见扎卡尔表情严肃，我们的小宝贝基地下周就要7岁了。闻言，埃利奥特失魂落魄的说不出话。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严重事件？因小猫咪蒂亚即将迎来自己的7岁生日，格里沃尔夫家族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晚上一家人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蒂亚如往常一样坐在哥哥们中间，然而这次他却被除食物以外的东西吸引了视线。由于前段时间的换毛期，不论是卡里斯夫人还是扎卡尔，又或者是伊登，他们肩膀上都挂着漂亮的狼毛围脖，只有蒂亚的肩膀上空落落的。突然卡里斯开口，把蒂亚吓了一跳。基地，听说你的生日是在下周对吗？蒂亚疑惑，怎么才过去半天就被人知道了？今天下课的时候，哥哥们正好跑到教室找他玩，于是蒂亚便提议一起玩用他的毛做的毛线球。可他又想起狼族应该是不玩毛线球的，蒂亚赶紧湖州之前有人告诉过他，毛线球其实寓意着自己快要7岁了。闻言，哥哥们顿时激动起来，追问蒂亚具体生日的时间。被逼无奈之下，蒂亚只好告诉了他们。可没想到，短短半天，这件事就已经人尽皆知了。随即，卡里斯询问蒂亚想要些什么生日礼物。蒂亚刚想要拒绝，自己现在过得很好，没必要刻意送礼物。然而话还没说出口，就被两个家长的眼神给打断了。只要是小狼都会想要礼物，想要一个盛大的派对才是小狼的本能。一旁的伊登听后不由得露出笑容，这家人宠蒂亚真是宠得没边了。于是蒂亚提出自己想要一些编织用品。泰奥疑惑蒂亚是不是想要做什么东西，蒂亚告诉他不是，他是为了将来结束领养以后的生活，想提前熟练一下基本的技能。话音刚落，空气瞬间凝固。戴文劝蒂亚想些别的礼物，其他衣服、宝石之类的也可以。泰奥也表示同意，如果不需要这些东西，以后还可以卖掉。然而蒂亚却没有接受，那些都是格里沃尔夫家的财富。卡里斯与扎卡尔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餐桌上又陷入了沉默。突然伊登嗤笑一声，我可没教过你操心，你自己倒是做得挺好。卡里斯接着询问蒂亚除礼物外有什么想做的事情。蒂亚仔细思考了一会，他想要去外面的商业街看看，之前和哥哥们在山坡上看的时候，感觉是个不错的地方。两兄弟狡黠一笑，开始哄骗蒂亚说外面比起府邸有多么好玩。
果然，蒂亚高兴地答应下来。卡里斯立马会意，既然这样，就把商业街里能看到的东西都买下来。还有，记得带上第1骑士团当护卫，因为还要拿礼物，所以最好把第2骑士团也带上。终于到了蒂亚生日的那天，蒂亚刚睡醒就来到祭拜父母画像的地方。今天是他的生日，他想告诉家人自己平安到了7岁，他也很想念他们。在纽扣上轻轻一吻，怀念着记忆中和家人们一起生活的画面。来到屋外，埃利奥特和克利德已经恭候多时，两人都为蒂亚的生日感到高兴。蒂亚回应了两人牵着埃利奥特的手上的马车，刚一进门，蒂亚就被哥哥们的花炮给吓了一跳。恭喜蒂亚生日快乐！两人对着蒂亚又亲又抱。没想到我们家小阮这么快就到7岁了。突然，蒂亚注意到自己的老师伊登竟然也在马车上。伊登解释，他只是想确认蒂亚不会逃课而已。既然这样，就赶紧祝我生日快乐吧，不然今天的课我是不会听的。眼看伊登迟迟没有说话，蒂亚紧张的冷汗直冒，赶紧认怂说只是开个玩笑。不久，格里沃尔夫的马车启程离开了府邸。卡里斯与扎卡尔站在阳台上，遥望着车队渐渐远去，希望这次蒂亚能多买些他喜欢的东西。除去他刚来时衣服身上的纽扣，好像就没有他感兴趣的东西了。说罢，卡里斯在身上翻找出了一把剪刀。昨天吃饭时，你应该也看到蒂亚很想要狼毛装饰了吧？如果只有蒂亚没有，他会以为受到冷落的。扎卡尔视死入归地回忆起了昨天蒂亚的表情，随后变化成巨狼，任由卡里斯剪去自己身上的毛发。想到在7岁生日这天，小猫咪蒂亚竟向家人们坦白了自己猫咪的身份。不久前，格里沃尔夫的车队驶入了商业街，蒂亚扑到窗户上，看着街道上满是喧闹的狼群，很是新奇。克利德出言提醒：“可小姐不也是狼吗？”蒂亚闻言一整个僵住。此时马车停了下来，埃利奥特嘱咐几人在车上等着，他先去疏散一下人群。蒂亚瞥了眼窗外，发现大家似乎都对马车特别好奇。哥哥们解释，应该大家都是专程来看蒂亚的。闻言，蒂亚与窗外同龄的孩子们挥手打了招呼。下一刻，伊登却拉上了窗帘，叮嘱蒂亚接下来购物的注意事项。蒂亚兴奋地询问伊登：“请问要怎么购物？”话音刚落，所有人都惊了。难道蒂亚从来都没有逛过街？蒂亚仔细回想了一下，因为爸爸和哥哥经常执行任务不在家，妈妈也总是工作到很晚，所以衣服之类的东西都是妈妈和邻居帮他找来的。无奈伊登便让蒂亚有喜欢的东西就告诉埃利奥特，到时候他会挂账在格里沃尔夫家。身为护卫的克利德也有几个注意事项，要是逛街途中发现蓝月的气息，要立马放低姿态，并在心里默默从100开始倒数，这个时间刚好够骑士们抓捕因蓝月陷入疯狂的人。还有，要是离得远，记得用嚎叫告诉我们位置。终于，埃利奥特整理完毕，打开了车门。那么小姐现在开始可以逛街了。他要牵着蒂亚手走下马车的一幕惹得人们议论纷纷。看来小姐已经和少爷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了，就连维比斯家的少爷也在。这时一个老头小声嘟囔了一句，可就算这样，终究不是一只狼。周围人吓得立马捂住老头的嘴。你难道忘记卡里斯大人的嘱咐了吗？蒂亚在人群的注视下沿街行走，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笑脸，鼓掌欢迎蒂亚的到来。蒂亚也被众人的热情打动，挥手回应。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卡里斯和扎卡尔的提前安排。随后，蒂亚第一个逛的就是编织用品店，看着琳琅满目、颜色各样的毛线球，蒂亚激动的两眼放光，忍不住发出一声声惊叹。哥哥们询问蒂亚是不是这些都很喜欢，蒂亚一边点头，一边视线在毛线球中来回穿梭。可是要选一个最喜欢的真的很难。戴文眼神示意了一下不远处的埃利奥特。等蒂亚挑好了一个毛线球准备离开时，埃利奥特立马吩咐骑士们搬空了整个商店。与此同时，一群黑袍人正关注着几人的一举一动。没想到狼族为了保护那个可爱的小姐，竟出动了那么多骑士。蒂亚的特殊立马引起了女人的注意，她手中握着一颗蓝月的仿制品。如果陷入蓝月狂气的你们靠近，那只猫咪应该会很痛苦才对。但如果它没有受到影响，那就把它绑架了。受蓝月的影响，黑袍人们满是痛苦，没有拒绝的余地。此时，蒂亚正和哥哥们还乐在其中，享受着逛街，浑然不知身后的人群中几个黑衣人正在不断接近。还是克利德率先察觉了异常，发现有股微弱的狂气正在朝他们接近。埃利奥特示意手下的骑士们展开行动。然而此时黑衣人的距离已经足够影响到蒂亚。可令所有人意外的是，蒂亚感受到的根本不是痛苦，而是高兴。埃利奥特和克利德见状不由得愣在原地，从没听说过有人被狂气影响还会变得开心。就在这时，埃利奥特锁定了人群中黑衣人们的位置，骑士们配合克利德的魔法将其一一制服，而始作俑者则混杂在人群中。看到刚才那一幕后，他险些控制不住喜悦大笑出来。从来没听说过有猫会有这种反应，果然格里沃尔夫不可能收养一只平凡的猫咪。随即女人离开，准备向上级汇报这一消息，而克利德正打算看看对方身份，谁知掀开面罩后，他却僵硬在了原地。这些被蓝月控制的兽人竟无一例外都是狐狸。此时蒂亚的倒数也已经结束，他刚睁开眼，就看到了浑身颤抖、面色惨白的克利德。正当他疑惑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一名狐狸兽人突然挣开了克利德的束缚，径直朝着蒂亚的方向冲去。只有戴文一人察觉到了危险，想护住蒂亚，但已经为时已晚，对方迅速掠走蒂亚，跳向空中。埃利奥特见状，赶紧命令骑士们追上去，可毕竟是狐狸兽人，依靠魔法腾空，迅速与骑士们拉开距离。蒂亚顿时就慌了，要是再继续这样，骑士说不定就找不到自己了。突然他想起克利德说过用嚎叫的方式传达位置，谁知男人却看穿了蒂亚的想法，发出嘲笑：“你是打算发出猫叫吗？我知道你只是个野猫，因为偷吃东西才被人赶出了领地。
尽管如此，蒂亚还是大声的喊叫起来。毕竟要是现在什么都不做，就要被抓走了。下一刻，男人瞬间被人从空中击落，烟雾中两道身影缓缓走出。蒂亚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躺在卡里斯的怀里。多亏了你的叫声，我们才能赶来救你。果然，到了7岁，叫声也响亮了许多。扎卡尔拖着狐狸兽人走了过来，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头发变得稀疏了不少。稍微剪了些头发，会不会觉得害怕？蒂亚疯狂摇头否认，殊不知脸上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此时，哥哥们姗姗来迟，一上来两人就检查起了蒂亚身上有没有伤。埃利奥特则是愧疚地向蒂亚道歉：“我会好好审问狐狸们，保证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也多亏了小姐能勇敢地喊叫出来。回想起狐狸兽人说自己是野猫的那句话，此时蒂亚的心莫名的刺痛了一下，因为我是只狼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卡里斯见蒂亚似乎有些被吓到，于是将狼毛围脖提前送给了他。蒂亚看到这漂亮的狼毛，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卡里斯解释，因为看蒂亚很想要这个，所以就想着把它当做蒂亚的生日礼物。蒂亚这才明白了扎卡尔头发变短的原因。看到那头稀疏的头发，他不由得扯了扯身上厚重的狼毛。蒂亚顿时有些哽咽，怎么了？基地是不喜欢这个礼物吗？卡里斯的关心冲破了蒂亚内心最后的防线，泪水止不住的从眼眶中落下。我这样的坏孩子没资格收到那么好的礼物。众人着急的赶忙上前安慰，似乎想让蒂亚停下接下来的话。可蒂亚还是一边啜泣一边说出了真相，因为我妈妈是猫咪，还有我和爸爸哥哥都是猫咪。当时妈妈肚子里有其他孩子，因为饿了好几天，所以我就偷偷从粮仓里偷了些食物，但最终妈妈和我都被赶了出来。真的很对不起，欺骗你们说我是狼，我根本不配收到那么好的礼物。蒂亚绝望地闭上眼睛，一字一句地开口，哪怕是被赶走，我也不想再对你们这么亲切的狼说谎，我不想为了给家人们报仇再欺骗你们了。卡里斯用近乎颤抖的声音喊了蒂亚的名字。就在蒂亚以为要遭人呵斥驱逐时，率先传来的却是卡里斯温暖的拥抱。你不用再说了，我们收养你不是因为你是小狼，只是因为那天你拖着疲惫的身体找到我们才临时决定的。基地的妈妈没有做错，父母为了保护孩子本来就是什么都会做，只是当时的情况身不由己，所以完全不用感觉内疚。安慰蒂亚的同时，卡里斯多年以来的心结也渐渐解开。幸亏你能平安无事，祝你生日快乐。蒂亚一边流着泪一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小猫咪蒂亚的能力被坏人们发现了，就在蒂亚即将被掳走的时候，卡里斯与扎卡尔及时赶到，将他救了下来。为了安抚受惊的蒂亚，卡里斯把生日礼物提前送给了他。这番善意反倒引起了蒂亚的愧疚与不安。他把自己是猫咪的事情向众人坦白，原以为会受到训斥和驱赶，却没想到大家都不在意他的身份。之后，卡里斯抱着蒂亚继续在商业街逛了起来。两兄弟对妈妈独占蒂亚的行为很是不满。此时，蒂亚突然被身后的动静吸引，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原来是扎卡尔正在为蒂亚遇袭之事训斥克利德。哪怕豹子们把狐狸兽人变成了棋子，你也应该做好你该做的事。要是每当这个时候就变得犹豫不决，我们狼族也帮不上狐狸的忙。扎卡尔的每一个字都重重地压在克利德的身上。这些如今被利用发狂的狐狸兽人，在几个月以前无一不是为了掩护他逃跑而被捕的同族。克利德拼命压抑心中的自责，为了挽回同族的性命，他必须得到狼族的帮助。对不起，是我害小姐身陷险境，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埃利奥特小心翼翼上前求情，如果不是克利德，我们根本发现不了那股微弱的狂气。当然，他的话改变不了扎卡尔的决定。克利德的这番模样被蒂亚看在眼里，虽然他看上去滑头滑脑的，但其实珍惜着每一个同族。蒂亚询问卡里斯克利德会不会受到惩罚，卡里斯的态度很坚决，你差点因此受伤，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下一刻，一个软糯的声音在怀里响起，蒂亚眨着眼睛哀求道：“但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想看到有人受罚。”卡里斯盯着蒂亚看了好一会，而后抱着他朝扎卡尔的方向走去。经过埃利奥特的提醒，扎卡尔疑惑地朝蒂亚看了过去。这张凶悍的脸把女孩吓得不轻，但蒂亚还是鼓起勇气为克利德求情：“你是不想让他受罚吗？因为克利德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我重要的人变成敌人，我也会犹豫的。”闻言，扎卡尔不动声色地瞥了眼身后的克利德，刚才的那些话就当做我没说过吧。说罢，几人留下克利德便离开了。就在克利德错愕之际，蒂亚将脑袋探了出来，小声地朝他道了声谢谢。克利德呆愣地点了点头。难道那个猫咪小姐是在替我着想吗？自从克利德来到格里乌尔夫以后，任何善意关心在他看来都是种族之间的交易。可如今蒂亚这份简单的善意，却莫名触动到了他的内心深处。不知不觉，克利德露出了自己的狐狸耳朵。而不远处目睹了一切经过的伊登莫名觉得有些不爽。回到格里乌尔夫宅邸后，众人立刻为蒂亚准备了生日派对。前所未见的大蛋糕看得蒂亚两眼放光。突然，一股熟悉的气味吸引了蒂亚的注意，这里竟然还有猫咪生日才有的汤。得知是卡里斯特意让厨房做的，蒂亚鼻尖泛起一阵酸楚，将这幸福的猫咪汤大口大口吃下。这时，哥哥们也拿出准备好的生日礼物，打开后里面是3个小猪存钱罐。为了让蒂亚有自己的独立资金，哥哥们提前往里面放了不少金币，但蒂亚并不知情。难道存钱罐还能赚钱吗？戴文张口就是胡扯，因为猪总是吃的少胖的多，所以只要往里面放一点钱就能变出更多的钱。蒂亚还是半信半疑，询问伊登是不是真的这么回事。伊登虽然心里很烦这2个双胞胎，但还是配合的演了这场戏，毕竟这里是狼窝，如果小猪知道的话，就会发愤图强自己赚钱的。感受到存钱罐的恐惧，蒂亚赶紧安慰他，这里都是些好狼，不会逼迫他把钱交出来的。这时伊登也将准备的礼物拿了出来，里面的帽子与前不久蒂亚被掳走时弄丢的是同一个款式。你刚才不是弄丢了一个吗？祝你生日快乐！蒂亚当场高兴地把帽子戴上，
与此同时，格里沃尔夫的众人对伊登投去不善的目光，他们纷纷决定要好好提防伊登。吃完饭后，卡里斯给迪亚换上了前几天定制的衣服，并找来了画家给他们画肖像画。这幅画被挂在宅子的中央，虽然构图中有2只成年狼、2只幼狼和1只猫咪，但不论怎么看都是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